近来，我国空军开始有常态化巡航东南海域的倾向，而陆军同样没有闲着，在东南海域展开大动作。据央视新闻在10月10日的报道，我军在近日于福建、广东地区的多处海域同步展开了一场多兵种联合渡海登陆作战演练。据报道，在演习开始就有多个2栖装甲编队迅速向预定地点机动，在抵达预定地点后就地隐蔽，等待后续命令。在演习时间到达当天的凌晨时间，我军通过运用卫星和人员侦察后，向被观测到的敌方阵地展开远程火力打击，通过火力覆盖的方式，将目标的火炮阵地、导弹阵地全部摧毁。而在初期的火力覆盖之后，我军进入一体化作战，由无人破障船最先出动，将航行路线上的障碍迅速清除。而与此同时，空中力量开始出手，通过小编队多架次的攻击方式，精确攻击岸滩的敌方火力点。稍后，在空中和地面火力的掩护下，早已潜伏的众多2栖装甲编队开始出动，在不停变换队形的情况下，向岸滩发起攻击。而在整个过程中，电子对抗分队全程进行全频段信号压制，特战小队利用特殊方式突进到敌方纵深地区展开行动，与正面攻击形成夹击之势。需要注意的是，按照官方的说法，此次演习旨在提高部队的立体攻击、全域作战的登陆能力，而这一动作在当前的局势来看，信号无疑十分明显，意义不言而喻。尤其是在不久之前，已经被曝光歼20出现在浙江衢州机场，而同样是在9月中期，央视更是曝光了我军某旅展开高强度巷战演练。这样接连的动作已经足够显示我国现阶段的态度。不过，也有分析人士指出，在夜间2栖部队通过隐蔽的方式抵达预定地点，整体风险和难度都不小。不光是夜间视野不明，更多是海浪潮汐，往往更加无法预料。突发状况多，周围环境不明，对于搭载人员的心理素质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对于驾驶员的经验和技术也同样是一个巨大挑战。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次演练中，无人化装备成为了整个渡海登陆演练的重要一环，无人战车、无人机、无人艇尽数亮相。其中，我国自研的新型无人破战艇就成功吸引了外界的广泛关注。据了解，这款无人艇外形十分低矮，可以判断这种设计能够最大程度上规避敌方的岸滩防御火力。不过，最吸引眼球的还是在破障时的天女散花，通过同时抛射大量的罐装爆炸物，一瞬间将周边海域的预设反登陆水雷、钢制障碍尽数摧毁，而在视觉效果上也显得尤为突出。另外，有分析人士认为，通过这种瞬间的大范围爆炸，足够激起数米甚至数十米高的水花，这样的水花能够有效阻碍敌方阵地的观察视线，达到烟雾弹的效果。而且因为本身是无人舰艇，制造的水花却无法限制自身的操作和航行。有意思的是，有我国网友就无人装备的应用调侃道：“全都无人智能化了，那对面想要投降要找谁呀？”据环球网在10月18日援引了台媒的一篇报道称，中国在东南沿海地区部署了先进的导弹，以保持近期以来的不断施压事态。而南华早报也在当天报道称，中国在东南沿海配置的是东风17超音速导弹，而在此之前，在该地区部署的主要是东风11和东风15导弹。尽管岛内绿媒多是炒作中国只是单纯恐吓之类，不过也有岛内专家在联系上此前的跨海登陆演习，就觉得不太妙了，认为真要动手，其实轮不到用东风17，但是中国偏偏要将该型导弹部署在这里，那么大概率是用来威慑美军的航母打击编队，真正的杀招还在多军种联合作战登陆里。实际上，东风17作为我国新型的远程打击手段之一，在去年国庆亮相之后，国际上对它的分析猜测就没有停止过。而主要的几个判断，射程并不长，2500公里以内的射程，但是却因为拥有高超音速的飞行速度，加上乘波体这种无法判断的飞行轨迹的设计，这导致东风17拥有了难以想象的破防能力。一是对手难以发现，二是对手就算发现了，也没有办法进行拦截。目前外网对此的看法，主要是认为东风17在末端的速度会有所下降，但是那也是至少在5马赫以上的，目前的已知拦截系统都无法对其生效。而一旦中美真正交手，至少美军在亚太的海外基地不会有存活可能，而美军的航母编队也大概率无法拦截。也是基于这样的数据推测，包括岛内部分人士在内的分析人士普遍认为，中国如果真的在东南沿海部署了这款高超音速武器，对岛内作战时使用，就有些太奢侈了，属于杀鸡用牛刀。但如果美国在这件事情上看不清局势，脑子一热，行差踏错，那么部署在该地区的东风17就有用武之地了。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现如今美国海军内部疫情泛滥，超过60%以上的战舰出现了感染新冠的情况，但是美军对待此事的重视程度却有些模糊。尤其是最近，美国航母里根号及其一众战斗编队在今年以来已经4次闯入中国的南部海域。而在上个月，还有消息透露，里根号航母编队的船只存在新冠疫情病例。这1个月过去了，这支编队又一次被美军折腾到此地，而这样不顾士兵死活的做法，真要动起手来，又能挤出多少的战斗力呢？前几日，中国海军陆战队公布了他们的战歌，瞬间引发热议。许多网友称其听起来使人热泪盈眶，饱含力量。环球军事网站也在10月17日发布文章，称赞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陆战队是陆地猛虎、海上蛟龙、空中雄鹰。到底我国海军陆战队在两栖作战方面究竟有多强？夺岛作战又是如何进行的呢？且看夺岛作战3部曲。首先，不论是对小型岛屿还是大型岛屿，都要先瓦解敌对组织的抵抗能力，从而减少后期登陆过程中遇到的阻碍和损失。常用的方式就是用火箭炮或者导弹摧毁敌方反导设施，抢占空中优势。其中歼20隐身战机这类5大机可以发挥出重大的作用。这一过程被网友们形象地称之为踹门。然后继续炮击或者普通战机出动，击溃敌方空中部队。在获取全面的空中优势之后，派出轰炸机或者导弹部队等摧毁敌方军工厂、发电厂、核电站、飞机场等重要军工设施。我们熟知的东风11和东风15导弹目前数量不低于800套，完全可以胜任这一战术目标。与此同时，东风16也在部署当中。此外，还可以利用无人机协调配合作战，对敌方指挥系统进行精确打击，实施斩首行动，彻底瘫痪敌方指挥系统。我军在无人机的发展上也位居世界前列，但是还缺少实际战斗磨练，在有可能发生的两栖登陆作战中，刚好有其练兵之地。另外，北斗卫星可以全程提供视野支持，小型无人侦察机可以进行战况细节补充，现代化无人化的作战技术甚至可以做到零伤亡。现代战争中基本不会再发生类似诺曼底登陆那样激烈的抢滩登陆战。在未获得制海权与制空权之前，解放军不会强行登陆作战，不会打无准备之战。在全面获得海空优势之后，再进行地面部队的登陆作战。海军陆战队会在极短的时间内跨江渡洋。与此同时，还有坦克部队、火炮部队等等。目前解放军拥有4支两栖作战师，拥有071型船坞登陆舰4艘，排水量18500吨，单次可运载一个重型机动化步兵营，包括600人的兵力。072A 坦克登陆舰15艘，排水量3700吨，可以运送2个机动化步兵连，约250人和装备。另外，还有0723型坦克登陆舰10艘，072 2型4艘，还有其他较小的通用登陆舰10几艘。目前，随着国际形势的剧烈变化，大家都越发关注我国海军陆战队的两栖作战能力。国内的两栖作战部队也在最近加强了演练。这一系列的举动似乎在告诉大家，不用担心，中国人民解放军完全有实力、有信心、有准备打赢任何一场可能发生的战役。而卫星导航系统更先进的一方，在对阵弱势的一方，差距更是明显。眼看对岸如此推崇和惊讶，有网友就表示：“有这么感慨吗？看着大惊小怪，有点好笑，突然有种大陆人的骄傲。”也有网友表示：“这还只是个民用版本，军用版本看了还不给吓死？当时2015年的93阅兵就已经用到了北斗定位，那可是厘米级。”
实际上，在当时组网成功，围绕北斗系统的说明被北斗工程总设计师杨长风精简地融合成了一句话：北斗导航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的创新仅受限于想象力，在近段时间有着明显的实力。比如在10月16号，新华社就刊登了一篇名为《北斗系统助力现代化农业转向升级》的文章。该文章介绍，在北大仓农场搭载北斗导航系统的无人收割机在稻田里精准作业，而该农场也是在今年率先进入耕、种、管、收、测一条路无人化操作。光是这一点就足够说明北斗系统在实际多领域应用上面的能力。值得一提的是，北斗系统的完成不光是体现在各个领域的应用，更体现在对我国国家安全事务上的独立自主。比如在上个世纪，就因为严重依赖美国 GPS， 结果在国际事务上被美国人掐停导航，以至于出现一系列窝囊事儿。而现如今，随着北斗系统的不断完善，有消息称，在今年年底前，我国南部海域将全面实现北斗遥测遥控航标覆盖率100%，可以说就是为我国提供了绝对安全的底线。